大家好，我是猪猫，今天来和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方便的用于自动剪辑的工具。这款工具的名称呢叫做 Auto Editor，这是一款开源的自动剪辑工具，它是在 GitHub 上能看到已经有2000的 star 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用。然后呢，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使用这一款自动剪辑工具。这款自动剪辑工具不但可以直接成片，也可以是作为更高阶的图像处理的预处理步骤。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如何安装。首先我们要下载一个 Python， 去它的官方网站。然后这个页面呢，我也会到时候这个网址我也会直接列在我的博客里或者视频的下方吧。然后在这里选择 Download， 然后下载 Python 最新的版本就好。下载完以后呢，直接打开文件，然后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勾上这一个 Add Python exe to Path， 一定要把这两个都勾上才可以。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自定义的安装，然后注意这里要所有的勾全部要勾上，然后这里就让它安装就可以了。好，现在这个 Python 已经安装完毕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然后呢，在 Windows 里，我们直接输入 cmd， 或者输入 PowerShell 也可以。好，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 PowerShell。不论你是 Win10还是 Win11都是有的，就是一个终端窗口。然后呢，我们输入以下的命令 ：pipe install auto， 然后-editor， 它就会自动安装了。这个指令我都会写在博客。也会写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好，它现在就自动安装完成了。然后我们输入 Auto Editor， 刚才讲话的时候犯了一个小错误，把 Auto Editor 打错了 ，EDITO Auto Editor。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哪些参数这就是它的一些参数。当然这个就很复杂，我们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之前录的视频点 .mov 的，当然其他的格式也可以，直接输入 Auto Editor， 直接把它拖进来，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路径拖进来，然后中间注意要有一个空格，然后呢我们回车。能看到它已经开始进行自动剪辑了 ，Creating New Video， 这就是它的默认模式，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将视频中语音的空格呀、停顿呀，或者一些杂音没有实际声音的部分给剪掉。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你想省事一点，就可以直接让它去帮你剪片，剪完以后就是成片。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在接下来去讲解一下更进阶的方法，也就是先让它做一个预处理，然后直接生成时间线，生成的时间线可以导入到后期的 Premiere、Final Cut 或者达芬奇都可以。大家好，我是猪猫。今天的这个视频，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已经完成了剪辑。现在注意一下，这个视频的长度是1分02秒，而原视频的长度呢是1分52秒，也就是它剪掉了原视频中非常多的语音停顿的地方。当然，它这个Auto Editor 它不但可以剪语音停顿，也可以剪动作停顿。它里面有一个自动设置的那个 threshold 的一个相当于是标准吧，也是可以自定义的。好，到目前为止呢，你就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个 Auto Editor 去完成自动化剪片。这个剪完以后的这个 Altered 就是它Auto Editor 剪好的成片啊。你如果觉得满意的话，你就打上字幕就可以使用了。啊，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呢，你还有一个其他更进阶的方式。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使用 Auto Editor 进行更为进阶的剪辑。当你听过这个他剪的片以后呢，你觉得还不错，但是呢，你想自己再去做一些修改，比如说加一些转场啊，加一些特效啊等等，你可以这样来操作。我们可以用它直接去导出时间线，用于之后的精简。
方法呢就是在这个 Auto Editor， 然后我们的视频路径的后方再去加-export， 然后再加上我们需要的软件，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 Premiere 就 export Premiere， 或者你用的是达芬奇 Resolve 就 export Resolve， 然后 export Final Cut 就是导出 Final Cut 可以使用的时间线。然后这里我用的是Resolve 达芬奇 Resolve 来作为演示。同样的刚才的命令，我们按一下上键就可以把刚才的命令重新调出来，然后在后面加上空格，加上 export resolve 空格，然后复制一下，这多了一个空格，这里，然后回车。这个速度比刚才还要快，因为它不会去生成新的视频，它只是生成一个这个XML 的时间线文件。如果用过这些剪辑软件的朋友，可能应该对这个时间线并不陌生。然后我们进入到达芬奇，好，我们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如何去使用刚才生成的那个文件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导入时间线，然后从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文件的地方将它导入就可以。然后这边东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整，一般来说默认的就是 OK 的了。好，稍微等待一下，它就发现它已经成功把它导入了。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剪辑的模块，就能看到这个时间线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剪了很多的剪掉了很多无用的片段。然后呢，从这里开始你就可以进行精简。如果你觉得它剪得太多，你可以把它剪掉的地方再重新拉出来。如果你觉得它剪得太少，你也可以自己再手动去精简一下。然后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省时间的预处理的方式，因为这种剪掉说话中间停顿的地方是最机械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步骤。使用这样一个工具呢，我觉得从剪辑上至少可以给你省出数个小时的时间吧。如果对于剪辑要求非常高的朋友呢，它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的自定义的选项，比如说这个 margin， 你可以在这个来简单的讲解一下如何使用。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 export premium 前面再加上这一条，这个的指令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它任何剪的地方，再多出0.2秒的时间段，也就是使得这个剪辑会显得不那么的仓促。当这个是直接去让它在每一个落刀的地方再前后各多剪0.2秒，当然也可以从这个帧上去着手。它是一个 frame 的选项，你可以直接让它比如说多剪8帧或者多剪10帧，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这是它里面的很多的指令，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自定义如何去使用这个工具。然后我个人使用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默认的已经挺好的，因为我还是会导入这个达芬奇进行2次精简。我是猪猫，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我们下次见。